开始了一段新恋情，而伴侣看上去很不错，他们会送你很多礼物，保持联系，几乎每天都在向你表白，看起来像个童话故事，对吧？不幸的是，这个童话故事可能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美好，礼物可能会越来越贵，7乘24小时的查岗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承受，伴侣从来没真正给过你任何空间，这些可能是被爱情轰炸的迹象。什么是爱情轰炸？北伊利诺伊大学的职业咨询师和教授苏珊娜·戴格斯·怀特将爱情轰炸描述为一种用爱慕和吸引征服某人的行为迹象，这种行为可以用来赢得你的信任和感情，这样施虐者就可以实现他们的目标。善于观察和觉察可以有助于避免被爱情束缚。这支影片就来说几个需要注意的迹象。好像总在给你过生日，伴侣会送昂贵的礼物或安排周末出游吗？你是否觉得有义务接受这些礼物或去旅行呢？在生日、周年纪念日或其他特殊场合，从朋友或伴侣那收到礼物很正常，但如果礼物一直定期到来，可能是爱情轰炸的迹象。根据注册治疗师以及麦斯真实咨询公司创始人凯琳·扎宾斯基的说法，当伴侣给你的礼物让你感觉很好，让你知道有多贵，就是爱情炸弹。回想一下奶奶或阿姨上次给你买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吹嘘是如何在大减价时买到的，以及它有多棒，对吧？这种吹嘘花了多少钱的方式是在说他们更爱你，因为他们付出了更多，这也是种操纵策略，这会给他们的伴侣带来一种应用感或内疚感，即使关系变得更糟，也要和他们在一起。短信控，伴侣是否每天用短信和电话轰炸你，说有多爱你？如果没立即回复，他会生气吗？他们需要随时知道你在哪里吗？作为有执照的婚姻和家庭治疗师艾米·凯勒医生指出，当潜在的新男友开始发色情短信或用短信、电话和鲜花轰炸你时，你会感觉很不错，但当这些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时，就是个危险迹象。在他之前的文章中，怀特博士建议读者注意那些频率或强度增加的短信，因为这通常是为了操纵你，花更多的时间和爱情炸弹客在一起，减少和朋友、家人及自己独处的时间。同时记住，每对夫妇的情况都不一样，有些情侣可以整天发短信，然后整晚都在一起，这对他们来说很有效，只有当双方对更高水平的交流感到不舒服时，才会出现爱情轰炸。凯蒂·佩里，记得凯蒂·佩里2008年的那首歌《忽冷忽热》吗？歌名说到了点子上。伴侣会在上一秒称赞你，然后又批评你吗？他们有办法把你捧上天，然后又拉你下来吗？有资质的精神病医生戴尔·阿奇说，爱情炸弹客是发现自卑和利用自我感觉良好的专家。就像情感吸血鬼，根据美国家庭庇护所词典发现，爱情轰炸的关键是注意到事情的激烈程度、持久性，有时甚至到了恐惧的地步。如果害怕会发生什么，如果要求慢下来，或者如果你做了了断，这可能是他们的爱轰炸了你的迹象。你怎么没注意听我说话？伴侣有没有要求你爱他胜过爱别人？是否故意把你从家人和朋友中分离出来，想要你的一心一意？班纳行为健康医院的职业顾问、行为健康医生耶利米·福克斯说，爱情炸弹客会要求你的注意力和时间，无视你的时间和计划，他们可能会把你从家人和朋友中孤立出来。当你和别人一起定计划时，他们可能会生气或让你感到内疚。想象一下，周五晚上是闺蜜的生日晚餐，但伴侣问你是否想一起吃晚餐、看电影。当礼貌地让他们知道你已经有计划了，他们会对你很生气，并说，走着瞧，看我还会不会再约你出去玩，或者我可能会单独出去找别人吃晚饭。有资质的咨询师塔比莎·威斯布鲁克说得好，真爱不希望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。爱情炸弹客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控制权。如果伴侣真爱你，他们会尊重其他的承诺、想法和界限。这招对我没用。说来人无完人，谁都有自己的危险信号。在恋情中可能注意到伴侣一些危险迹象，如果不解决，可能会变成问题。在解决任何问题并与伴侣设定健康界限时会咋样？他们尊重你和你的边界吗？还是在着实糟糕的一天变成绿巨人？按福克斯的说法，炸弹客很容易被激怒，如果受到批评或挑战，会变得有防御性或恶语相加，如果不能如愿以偿，可能会变得暴力，可能会使用诸如煤气灯之类的控制策略来控制伴侣，减少限制，通常会让伴侣感到内疚，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，因为他们想要完全控制，想要轻松接近伴侣。但建立界限是任何健康恋情的一部分。根据威斯布鲁克的说法，
爱情炸弹客会对任何限制接近你，或你接受他们爱的表达的界限感到不安，就像情感海啸，他们希望你能立刻全盘接受，没有喘息空间。没和他们在一起时，也不在学校或单位时，你的手机就会响个不停。你也会收到大量的礼物，本应和他们在一起的。如果感到压力山大，这很正常。对我们爱的人说不是很难的，而当那个人不适合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更难认识到这一点。但如果在伴侣面前总是感到不知所措或焦虑，也许是时候向前看了。阿奇说，爱情轰炸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人类天生要对自己感到满意，而我们往往无法独自满足这种需求。这就是为什么给自己空间，相信自己直觉是如此重要。是的，爱情轰炸是有效的，因为我们经常需要别人的认可，但这就是为什么提醒自己，不管有没有别人告诉你，你都是有效的，是如此重要。所以，我们中有一小部分人想时不时地沐浴在爱和亲情中，但当这种崇拜变成了每天24小时的真人秀时，很快就会变得有毒或危险。你能从以前或现在的恋情中看出来些蛛丝马迹吗？你知道有人可能被爱轰炸了吗？威斯布鲁克说，重要的是要与自己的直觉保持一致，这样就可以了解情况，而不是被爱情轰炸战术冲昏头脑。如果直觉告诉你，你们的恋情出了问题，请考虑向专业人士或自己信任的人或爱人求助。感谢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。今天我们